小东是我这3年来跟我时间最久、工作上的伙伴和我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兄弟。他前面这2个东西都没好好说，我跟你们说一下这2个。我怎么没好好说啊？这2个东西我说没好，我怎么没好好说啊？我邀请你一起上这个综艺，你来不来？但是没钱啊。不要谈钱啊！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，是这样的，因为你的头发是黄色，所以你这个播出的那一刻，你的头上应该是个仙人掌之类的花草之类的，可以吧？我也要点形象，大哥。你先说你去不去？有些时候一定要出道一下，哥们。黄导发起特别好的一个玩法，叫做呢你展不展的游戏。是怎么玩呢？我拿着相机，我对谁拍，拍了有谁，谁就要答应我的挑战。不能验税，你失败。你没有做到，你受惩罚；他没有做到，他受惩罚。但是被挑战的人如果做到了，这个相机就转移到被挑战的人手里。明白了。这个相机你们先拿着。第一个相机给谁？等一下，不能就这样给的，肯定不能就这么给。为什么给他？这没关系，一人说一个自己的秘密。这个秘密如果大家觉得够劲爆，就把这个相机给他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大哥，你来了，你提的也。我的秘密是我知道你们很多秘密。石头剪刀布，对，来石头剪刀布。哇！等一下，输的人拿拍立得。输的人，因为我要去挑战你们，我们3个人了。石头剪刀布。我耶！我们2个人哦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你哇！这适合你，适合你。哦，真的，这个是冥冥中注定的，这个你知道吧？真的，我跟你说，我一下鸡皮疙瘩就起来了。幸亏我们是石头剪刀布出来的。我天哪！开始就想说给女生拿着的这个。那你们一开始不说？不是，是不是给？这是我靠自己拿到的。哼。现在呢，我相机给谁，谁还必须要答应我一件事情，由向导组来发起第一个挑战。拿到这个拍立得的人，在我们节目的全程过程当中，去拍摄至少100张路上的风土人情当中最能勇敢表达爱的照片。你敢不敢挑战？易阳，答应。我最喜欢拍照了。如果你能完成这个挑战，在我们节目到达终点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个摄影展，是沿途你看到的那些大人、小孩、老人、父母、师生之间表达爱的画面。那这相机我就给你了。谢谢。特别适合他，因为他最喜欢发 vlog。vlog 是啥？就是 photo vlog， 就是他很喜欢发 vlog。我要做翻译，中文翻译。史上第一档普通话综艺节目里面需要普通话翻译。真的可以结盟吗？我们一共5个人，3个人是一家公司的，姜潮要跟别人结盟，我真服了。还有2样好东西，我右手的红包里是你们这次旅行所有的经费。哦，我的左手边是这次旅行的路书。然后呢，每到一个新的地方，我们都会有新的一些路书的指引加入进去。好，钱你别拿呀，你了不会钱。我来管钱吧，我很会算钱。哎，我来管钱吧。大哥管钱，咱还能吃得上饭。我管钱，我很会算钱。1人1半，我自己在做老板，现在我来管钱。1人1半，等下饭都吃不上了。你那个钱可比我们1人拿一点。万一我们单独人迷路了怎么办？每个人都要有。好，那现在给你们零用钱。怎么他就成财务了？你话最少，给你2个。好。这本来都是我的，现在变成大哥。你拿1个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刚刚一直在质疑什么要零钱啊什么的，然后你们俩用1个。什么意思啊？是你们俩用1个，你听我讲，因为男孩不需要，因为出门在外女孩要富养。说的有道理。这不是男孩。我拿走了，要不要？你们俩用1个，要还是不要？你跟我说啊，可以了。你不太需要。就我不需要呗。这样我害怕你迷路了，我给你1张，好不好？怎么这样子的呀？因为你会乱花钱。等下你给我点花量啊！给我花点。来，好了。来，哥几个租个车吗？租一个。5个人适合哪个？5个人的话，适合这种 G28嘛。坐这个呗，就坐这个吧。师傅这多少钱啊？G28 800。 2天1200吧，真是。
行，给你们，给你们。好了，上车哦，谢谢，走了。行李装不下一个车，给我，你们全部上车，我来弄，你们不要管了。我开始了管家上线。路书我们拿着吧，张朝你看一眼。因为他肯定看不懂。你真有意思，我看不懂。你俩再抄家，我随机扔一个人出去啊。扔最后那个。出发呗。谁给我钱呢？啥时候给钱？钱。对，得付钱呢。今天啊，我看，谢谢哥，谢谢啊，谢谢你。先给1天的，不是2天吗？先给1天，明天用完再给嘛，好不好啊？谢谢哥，感谢啊哥，好哥再见。走了啊。你们选一下酒店呗，钱不是问题。选个民宿酒店嘛，行不行？可以。哦，对，没人能跟 AK 住一间房。为啥？他打呼噜。AK 是你签的人，你誓死守护他，带他来这个节目，你要跟他睡，就这么定了。你知道 AK 来这节目说什么吗？说啥？他说：“你怎么说的 AK？ 你告诉大家一下呗。”他说你现在最想做的职业是什么？接下来快问快答，最喜欢的一首歌？喷剂。余生都是你。余生都是你是谁的歌？你是一个叫黄子韬的人。我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。曾经想要做的事情。警察。是真的呀。以前幻想想做的职业，爱的我也是走爱的路。你为什么想做警察？我从小的梦想，我练武术当时就是为了当警察，我想当特种部队的警察。哎，我有个请求啊，不知道对这个节目有没有帮助？你说，我们中间能过个时间，我做个头发吗？好了，谢谢大家的回答。谁给你的勇气？你怎么现在这样子态度对我呢？可是我看你什么声音，又无视我，又鄙视我，然后还瞧不起我的样子。我哪有啊？黄子韬，干嘛？零用钱还给我一个。就是没事。他老是这么看我。他刚刚在那儿，我说我就看一下他在干嘛。你俩还想不想吃饭了？江潮监督他们，别吵了。他们俩要吵到1人给你100。出来旅行就是 AK 这种比较乖又做事又好，你多给100块钱。你俩再说就1人少吃100，不准喝咖啡，不准喝果汁。那我吃冰激凌。也不准吃冰激凌和奶制品。好饿。这边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啊？我想吃一碗云南米粉。这里呗。老仓促。在哪里点菜？米线感觉不错。这里就是米线的特色。那就拿5碗米线，然后1人加一个荷包蛋，2份鸡胗，1份鸡脚筋。喝饮料吗？这里有什么特色喝的吗？喝那个醋。它这里有个美人醋当饮料喝的，这里的特色。你尝一下呗。我也先尝好不好？喝了有啥用？这个是美人醋，美人才喝的。好喝吗？哇，很好喝，开胃的，很好喝。这个是他们特色，真的。苹果醋吗？还可以。你们想吃白色、红色去选一下，我吃白色的。红色跟白色有什么区别吗？红色软一点，白色硬一点。你吃红的白的？我是白的。我也是白的。你吃细的粗的？我吃细的。我也吃细的。果然臭味相同。Respect。哇，太好吃了吧！吃吧。这个是辣椒。辣椒。味道可以啊，还不错，我觉得挺好吃的。活过来了。好辣！哇，这么辣的这个。好辣！太辣了，怎么这么辣？什么东西辣？它加了这个。哎，他这还有辣椒吗？我们发挑战，现在，挑战你们吃辣椒。如果你发起挑战，你赢了，你能获得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我们
不行，得定个规矩，1个小时之内没发起，相机自动转到下一个人。那你们这样的话，我真的要发起挑快战。点发起，我求你了，我已经浑身都是汗了，现在不发起挑战，对不起我，快！别拍我，我扁桃体发炎了。我怎么觉得不辣？拜托，居然你看我现在拉。江潮哥，看一下是谁？我们3个呀，3个人啊。那挑战任务是什么？就是一个这个鸡胗，然后加1勺这个辣椒。上面写的有哎，叫高山椒。这是普洱高山霸道红辣椒，滚油3椒，热辣开胃，不服来战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，我要让他们好生尝一下。这第一个挑战嘛，咱们就热辣开个胃呗。你这个节目到底是想谁死？你要不直接说算了。这个节目叫再见吧朋友吗？徐阳还往里加。完不完得了？呀，1、2、3，哥，你不能淹水，你失败了。水没那么大不行。你要严格按照挑战的规矩来。那下个挑战你死定了，黄哥。好。不要改色，变生气也不行。坚决不喝水。放进去，不要吐出来。你失败，第一个挑战失败，张大大。大老哥失败了是什么惩罚？罚我坐飞机回去好不好？回上海，谢谢大家，我先走了这边。大哥，咱们俩作为裁判，我们来给他们加啊。那既然我失败了，你们3个人不都成功了吗？要继续往里加辣，一定要有一个人最后获胜为止。说得好，有道理。老板，我买1桶辣椒，有没有1桶？用吸管吸，都别活了我们。我们3个继续。好，你们3个人，面不改色。饭凉。熟了。我好了，吃下去，第1名。徐阳要吐了，徐阳要吐了。啊，不行。OK， 发起挑战者失败。发起挑战者失败。就我们俩赢，该你俩了。必须要有个第1，我们俩。啊，这是第2轮了啊！第2轮 AK 对战江潮。江潮加油！我嘴不是我的了已经。就给你少加1口。快挑衅一下他！你看看他挑衅你。哎，给我来。我已经吃好了。哎呀 ，OK，AK 挑战成功，第2个。继续吧。继续吧。你发挑战，你还有我不行，还可以。哇，有后劲，这个东西有后劲，有点头皮发麻。你看看他俩。AK 不成了。怎么说？来，江潮不认输，对不对？是吧？认输吗你？我们俩谁赢？你认输吧。你吃的离我多吧？这会儿该江潮先来。等一下，先暂停一下。对呀，水，老板有没有水？你要认输才可以喝，你要认输才可以喝。输还不输？江潮快点！我们上两下，你认输还是我认输？怎么说？哎，等一下，我这鼻涕出来了。我快点，曹，你快点！我现在不能喝水，你输过我才能喝。快点！你到底怎么样？所以听我说，其实我很想赢得这个比赛，但是我再迟，我明天痔疮肯定犯了。我放弃了。恭喜你获得下一个拍立得挑战人。规矩都是他，谁说了算。AK， 他把你搞成这样，等着吧。玉阳，黄小桃平时那么针对你，你为什么不照他？他用扁桃体威胁我，我怎么办？
谁没有扁桃体啊？哎，我们挑战这好不好？我们去医院把扁桃体割了，你敢不敢？我敢。你敢？你先拿到相机。我马上拿到相机，把扁桃体割了，一起去。扁桃体对人不重要。对的，可以割的。那影响唱歌吧？不影响。声音还会变得更好听。你嗨西，我跟你说。你等我拿到相机，我让你在大街上溜达。你先割扁桃体。你先拿到相机再先割扁桃体，你给我。快走走，站起来走！哦，你再给我大声一下，我就让你挑战你质量上试试看。谁让你要挑战了？快拍他！给我尊重点有没有？大哥，请走。好。好吵啊！我天哪！真的没见过你们这么吵的人一群。我战败了啊！我先回去了。说白了，最大的布料市场也是最大的百洁服装的来，吃这个呗。因为网上有个打的过来就是买衣服的。我想穿金的，我觉得金的跟紫的都很好看。这种可以啊。我要穿这个，这个适合我。我也要穿这个。他是这样的，咱们就买自己喜欢的，你拍他，然后咱们给他搭。对，我指定我拍谁，指定他穿什么，成功了。既然来了，就要有全方位的民族体验。你听我说，为了节目效果，让我们两个穿帅一点，可以吧？不可以。我们肯定不会让你们穿难看的，我已经帮江潮选好了。哥，你是？哎，哥，你听我说，这个你马上去应聘，就是这一件，要么就穿这一件，这件这个尺寸你必须得，你必须得穿，必须穿下去，穿不下你去。必须穿进去这件。AK，你穿这个穿得下去。我不行的，我怎么？你又不是发起挑战的，你凭什么在这吃？他发起挑战是我们两个给你们3个搭，他必须要接受挑战。你到底知道规则吗？徐姐，给他解释一下规则。但是好像是他们互相挑。你别说话，互相挑那2个人没有说话不是外人。那我们俩在干嘛？那2个是外人，你们俩挑你们自己喜欢的，我们俩给你挑，我给你们然后你再给我们俩挑，好？来，就这套。老板，这个有没有看一下再看？有没有他的里面露下再看？别指你，不要这么。哎，这个帽子适合你，AK。你不要搞这些东西。哎，可以穿这个，这一套。我穿这套干嘛？小孩版的。这个衣服有没有大一点的 size？ 就是你要那个长度，我刚刚穿的。就这套。这个帽子适合你。我给你选择很帅的，你也给我选择帅的。可以。这个蓝色好看，这个是吧？我给 AK 选这个，然后你给我选这套。我们现在在这能换吗？现在换吗？可以。来，那换吧，那给我们size。哎呦，徐阳这个真好看，非常高级。这多少钱？这个这个小裙子460。这么贵啊？好好说啊。200，就是这种的呀。那个头饰是哈尼做的吗？是的。是吧？哎呦，好漂亮这个！我看看。哎，我给你拍张照，好好看。我跟你说，我给你拍张照，哎，你一回头给你拍个 live 动图。3、2、1，转。好看的，好看的。帽子加衣服多少钱，姐？这个的话，你要给我1400。姐不是说我想还价，140在我们那个不太吉利，1366。行，一会儿姐姐把我们赶出去。1300，但这个确实很复杂，这太好看了，这个工艺真的很复杂。我想试一下，我怕小。这是 AK 帮你选的。 Yes。 AK 对你说。我们俩没有互相伤害。感觉怎么样？帅吗？你怎么给他选这么好看的？这不是我要的衣服吗？你们还不换？先给徐阳选了一个非常漂亮的，你们看到一会不会惊呆？他在哪试衣服？在里面。偷偷摸摸，你混在这个里面，等一下他看不出来。干嘛？下一个挑战是你，请做好接受我的挑战。不是，你现在没有挑战，你不能拍照。我先提前拍起来你。
不可以这种，你拍下来必须立马发起挑战，这有点大吧？我立马发起挑战。你看姐姐，你看见他了，你拍他。我要立马发起挑战，他不理我，导演。那你讲一下呀？你便宜点，阿姨。这个460，刚刚不是都400了？看见你还涨了60。我们这2套都300，人还得给我们打。300。好，你的不一样。300。链子送不了，链子200一个。太贵了，太贵了。什么样？我看看。你配上去真的更好。我看看，我来。链子买了，不能配。好，我给他们。好看，你相信我，真的没有链子很带。你听我的，你再这样，我跟你说。可以，要，好看。不要了，就得要。等一下，他不要。那算了，那不要了。不要了。不要，那衣服也不要。不要了，对，都不要。都不要了。这个不要欺负姐姐了。啊？我这里说，易烊戴那顶帽子特别好看。哪个？帽子太贵了。我自己在前面，我自己来。这个要了。太重了，重点没事，好看。给我看看你俩穿的。哎呦天哪！现在叮铃咣啷太多。哇，你们这个好搭啊！你们这，我天哪！我跟你说，不是就很大，就非常的感觉。你以为王子是白当的吗？不是像王子，你像他的保安。头发得变。我的钱在哪？我的钱。你没给我，全部给大哥了呀你。那你有钱吗？现在？现在我没钱，我也没钱。那怎么办？那咱们得求他了呀。姐，1200。这个最低的是1000块，这个帽子。算了，不要帽子，因为这个帽子。姐，难得遇到戴帽子这么好看的人。那这个帽子900。对。好。你把那个帽子给我吧。啊，付掉了。谁买了？大哥这么厉害，谢谢你。你砍价砍完了。行，那走吧。我真的有点饿。去村寨蹭饭了。傣族马上过年了，我们要去跟傣族的大家一起吃饭。等一下我们到了地方见之行事。好。我们来到了西双版纳原始的村落，整个村落都是非遗文化物质，就是保留的非常好。是这儿吗？说实话，我真的有点饿。你好，老板，新年快乐！谢谢。老板，今天有那个百家饭吃是吗？今天没有啊。明天。今天没有是吧？今天才是准备食材。那今天能蹭点吗？有啥吃的能吃点吗？你们想要吃饭就必须要帮忙了。帮什么忙？搞一些食材，我们再包那个傣粑。可以呀。你们谁会做饭？我可是厨神。厨艺我非常擅长。你们也可以去学那个跳舞、象脚舞。在哪里可以学，老板？我们村里面有传承人。我们要不要分头？行，那我学傣粑。我傣粑。石头剪刀布，输的人去傣粑，赢的人自由选择想干嘛都可以。好，但是只有2个赢的人。来，石头剪刀布。耶！哇！来，石头剪刀布。他赢了是吗？没事，我可以选择，我选择去看看傣舞。好，那这样吧，他俩去学习。请我们3个猜傣粑。还留一个人帮我采双包叶。采下来，明天就可以煮吃了。那一起嘛，我们可以合作嘛。太香了。肚子饿了吗，兄弟？我那个面太辣了，我都吃不进去，主要是。那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问问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肉？猪肉吗？好，快点进来尝一尝。点。太惨了，没事，吃喝玩之前先把这个地方的文化学习到。对，不然就白来到这个地方，了解非遗的文化，了解当地居民是如何在这边生活的，对，然后再去玩。对。Hello，你们好。你们好。
我们来学习傣族的舞蹈。你们是要学这个傣族的橡胶鼓舞吗？对，我可以教你们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哇，精彩精彩，谢谢谢谢。小哥哥，你跳了几年了？有10多年了。你可以介绍一下你刚刚跳的这支舞吗？这个是傣族的象脚鼓，然后是傣族日常作为乐器，又能够作为舞蹈道具。所以我们每年的泼水节啊，都会敲这个象脚鼓，然后跳舞。就是你们从小练的时候就不能穿鞋吗？因为我们这个象脚鼓舞，一个是要背着很重的鼓，所以呢，一个是要有好的体能和力量。那我们就会练武术，练武术的时候穿鞋是不太好练的。只要想练这个的都可以练吗？但是也没有那么容易。但是的话就是针对他了呗。不是，我试试看吧，哥，那我。你确定？我这个有多少重？感受一下。我感受一下，是这样吗？是的。你可以把手放这里，对吧？教我几个动作吧。脚跟蹬出去，不落地，要拍吗？不落地。你连控制能力都没有。拍，收，它是蹬啊，是脚跟，蹬，收，蹬，收。我主要这个裤子，然后蹬，然后你就拍，蹬。可以吧？但是你那个动作很帅，我很想学，一下飞腿的那个。那个是什么？你确定要尝试吗？我不尝试了，那我先。你试一下，你试一下，你试一下。你可以这样，左脚抬起来，侧边，然后用右脚发力啊，1、2、3。你把小哥哥拍的，给他吧。是这个需要体力。给你一张，这张我们收藏了。好，对，谢谢你。然后帮我们一起拍个照片，刚好用这个拍立得，留住我们传承文化。谢谢，拜拜拜拜。谢谢你们的照片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我们来帮忙啦！要帮忙了，我们要帮忙了。这里面是什么？这里面是糯米，还有红糖，是这样包。这怎么包？肯定很好吃。这样包，要给它方形要正。哦，方形要正。哇，他们好正啊！像粽子一样。我感受一下。快了嘛，一学就会了。我们用心学就会。这样的完全的方形，咱们傣族人自己的幸运包，傣包。是不是有点多？我这个这种长条的感觉不太行。你们两方包的稍微有一些，我包的很好看，包的很好看。他包了像他一样帅了，来。哦，谢谢，你刚才说包的跟我一样帅的，刚刚说的。这么帅应该还没结婚吧？他也一个。帅的人往往都先结婚。我又这么年轻，又那么帅。我有2个孩子，一个5岁了，一个快3岁了。那你最爱谁？最爱我老婆。所以你更爱你女儿还是儿子？说实话嘛，说实话，当女儿面，我会对儿子好，因为儿子现在懂事了，他会有认知了，而且是老大嘛。我不会明显的表现很喜欢女儿，让儿子伤心，你知道这件事情。
你们是明天过年是吧？对呀。那你们孩子在是不是要在外地上学？那也要赶回来过节？看他们放不放假。啊，不放假就不回来。啊，对。学业为重。但是如果在其他地方，应该一般不放假。对。阿姨，你孩子多大了？我孩子啊，儿子已经28了，工作了，女儿在读大学。那你平时会去看他吗？大学大一的时候送过一次。那明天孩子回来吗？孩子回不回来？一般是请假回来的，在这边当地读书的。会请假回来。女儿回来吗？女儿儿子都回来呀。如果是去远了就不回来了。你会跟儿子说我爱你？肯定会说呀。儿子会跟你说吗？爱你妈妈，也会说吗？会不会长大之后越来越不善于表达了？会表达。会的，我就，你会跟家人说爱你，你应该会。好香啊！蒸出来更香。就现在不能吃是吧？对，现在不能吃，要蒸熟一下。现在想吃到死。我也想尝一个。来吃吧，这个。哇，谢谢，好吃哇！哇！我刚刚是不是拍了好几次你？对。那现在我要给你发起一个挑战。好，在回去的路上，你必须要找一家你不认识的人家，突然进去，装成是你家里一样的同时，别人问你的同时，你还要非常理直气壮的去说这是我的地方，你们凭什么在这儿？这种感觉。那我被别人揍的呀？不会。都说傣家人热情好客，我就来试试。你先来挑战的人是先来，我先给你做个展示哈。那这个哥哥，嗨，怎么样，姐儿？还行。那个，你忘了上次我来西双版纳，你带我去骑大象来着？对吧？你不记得我？哎，那个水果我吃一个啊。水果是？你不要说话，这是我家。你说你家就是我家，我家就是你家，是不是？你之前不是说可以吗？你今天晚上吃啥？给我来份呗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咱一块吃啊。可以，感谢你们配合，谢谢谢谢。好了，我成功了，该你了。Hello， 你们马上过年了是吗？对，是马上过年了，马上过年是不是要请客的？你们可以做一下，我们在烤肉，在烤肉，那吃点呗，大家一起吃点，都是自己家，都自己家哦，烤肉，尝个好吧，谢谢啊。这是包烧那个，这是甜饺啊，甜饺哈，对，特别甜。哥，这是我家，你可以随便吃，哥，你来尝一下。我是个连州市一家，对，给你尝一下。是吗？可以。对，这么好。谢谢啊。他说他是他家，你们没反应呢。对，这是我家，56个民族是一家，是吗？对吧？这个好啰嗦，只有傣历年才会有。哇，谢谢。很烫，哇，谢。好热情。包的就是花生，每人吃一个很好吃。谢谢，好吃吗？好吃哇！海地对，难多了，这个就长大1岁了。哦，真的非常感谢，谢谢，拜拜。好，谢谢。是啊，帅哥，你们都可以吃啊。真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那你完成了呗？我完成了呀，傣包都请你吃了。傣族人民真的好热情，非常的好。要吃一个再来一个来。哦，够了，叔，谢谢叔，够了，这个还没吃完。对，谢谢叔。来一个。那我拿回去给他们吃呗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拜拜。谢谢，拜拜。我家还烤酒的，你们想喝酒，等一下下午过来。好的，谢谢。不烤酒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祝你们新年快乐，越来越好，谢谢。老板，我来帮你忙吧。会吗？这个不太会，我试一下啊。你可以试验，你看着拉一下，你看它就这样就剪断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拉在这里，使劲带。哎，对。
这个拿那个剪子踩下来，然后它那个尖尖，白色的那个踩丢以后就跟番茄跟那个排骨住。老板，你休息吧，交给我。还没弄完。你正好你们过来一下。刚刚我本来要给那个阿姨拍个照，可以给她儿子看，这样。走。阿姨，你平时喜欢拍照吗？平时不拍照。那如果我们给你拍，你会介意吗？那我们想给你拍张照，然后拍2张照，然后打印出来，把它送给你的儿子女儿，你给他们比个心，表达爱，你愿意吗？愿意。愿意。留作一个美好的回忆。对，阿姨你站这儿好看。对。就这样可以，阿姨这样好看。这个一会儿就会出来。哎，你看出来了。出来了吗？你继续忙，阿姨。明天过年，欢迎来我家吃饭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现在就是去夜市吃东西，边逛边玩，好吧？可以。行，那走吧。下面是小吃摊，里边才是星光夜市，是吗？哇，我好喜欢这种地方。哇！这夜市也太好看了吧！这才是夜市。我这辈子没来过这种地方，这叫夜市。对，星光夜市。这叫夜市。对，星光夜市。你们不这么二吗？这么厉害的？他说你能不这么二吗？对，他一直很想。他跟我素未相识，他说我二。他素未相识就能够破解你。你回来来，你凭什么说我二？你看人家都不认识你，都能知道你二，你想？你过来，单独聊一下。哇，这么香啊！这也太震撼了吧！这夜市，我们去哪里逛啊？这也太猛了吧！大哥，这是夜市，这叫夜市，太厉害了，这太厉害了！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热闹的夜市。炸了，这夜市太厉害了！哎，那有火鸡面、烤冷面，我什么都想吃。走，猪皮，超好吃！太饿了，吃这个。哎，小菠萝。先吃饭。肥肠包大葱。哦。哥，来俩鱿鱼。来五谷鸡柳。那个蝎子好吃吗？特别香，小龙虾的感觉。我这怎么吃的呀？不行，我鸡皮疙瘩起来了。我要挑战你吃那个蜈蚣和那个蝎子。你没有上心挑战谁？马上拿来了，我必须吃这个蝎子。你今天必须尝一口。快一点上机呢，我们看见虫了。来了。谁挑战？挑战你拍我和子韬。不行，我可以不拍。不可以，我们一起吧。我们一起吧，来，快，3、2、1，耶！可不能因为胆小就错过美味的食物。好了，现在那我先吃什么？你们要吃什么是吧？啊，我不行，no。他们不可以拒绝，老徐，我陪你吃蝎子。大哥先来，你俩先来，我们先静观其变一下。所有人一起吃。不，你们俩先吃，最勇猛的人先吃，弱小的人最后再吃。那我不吃蝎子，我吃蝎子。那你先吃吧。你发起的挑战，你先。那我吃什么，你们吃什么就好了呀。我吃比你更厉害的，我吃蝎子。我先吃饲料呗。你吃这个，他吃那个，那你就输了。对。你要吃蝎子最厉害的，或者吃蜘蛛也可以。那你们也先给我吃呀。你吃一个，让他们吃接下来这个来。对，那我吃这个，你们吃这个就好了呀。还没炸呢。啊？还没炸呢。这个没炸过。炸过了。这要炸2遍。炸了。
只是冷了。我敢吃，知了先吃了。好吃吗？嗯，感觉还可以啊。吃个嘛，试看吧。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，试看吧。哦，你吃了。这是第一个挑战是吧？哎。这两个小屁虫，你跑那么快？我在发抖。我要哭。吃掉，咽掉，咽掉。3、2、1，咽掉。你配一口米饭。这个还没干呢，你失败，你不能验碎，你失败。我嘴没那么大，不行。你要严格按照挑战的规矩来。那下个挑战你死定了，黄总。我的蝎子给我，谢谢。拍个照。黄子韬，你敢不敢？真吃啊！好吃啊！还可以，脆脆的。你吃另外一个盒，就跟小龙虾一模一样，一点都不难吃。你信我，你信我，100%信我，你100%信我。但它有壳，它有点壳。不行不行。好吃吗？好吃啊！吃一口吗？还有什么厉害的？你不要乱玩。搞他。好的，好了，相机给我了，我吃的最厉害的。往哪儿走啊？啊，这边人太多了，我觉得。这么多人了，人太多了，要不咱们回去爆改完了再过来吧，可以吧？爆改好啊！撤！借过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比下唱歌呗。不比了，我败了。你快点男生，我也快点男生，总要分出个胜负的呀。不已经分出来了吗？你海选都没进。我海选进了，怎么海选都没进？海选需要进吗？你海选不是海选第1轮被刷掉的吗？没有第1轮呀，第2轮呀。唱的什么被刷掉的？我唱了《背叛》，老师跟我说了句话，他说希望你的声音更有传达力。我往前走了一步，他说别唱了。他说不是你跟我们离得近，你就更有传达力的。他这么跟我讲的，然后就被干掉了。太惨了，还有这种经历。怎么这么多人呢？改吗？主要是你要改，我们谁也不认识，不用改，一块儿呗。那改呗。我要改老一点的，成熟的那种。徐阳，你也改老的。先跟你化成兄弟。化老的不行，必须得是女的老说。他得先变成男生再化老，又成你兄弟又老，你这样行吗？可以吧？我帮你带，我帮他带，我帮他带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好。天哪，我好帅啊！你不要带这个讲，不要这个讲话，给他画女的老的老妆。老妆。我好喜欢我这个发型。你晚点，你之后再弄，你先弄女的，快点。大家又往丑了改，又往老了改。那就丑的老了改了。不是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他有没有机会变帅？你不要说没有有没有机会，你这个话说的什么有没有机会变帅？肯定变帅的呀。他这个脸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他很帅呀。哦。开玩笑。我的妈呀！还行的呀。这么虚伪啊？哪里虚伪？我今天穿的太小了衣服。是。这么可爱。很可爱啊。
我要往死里摔就好了。这个节目播出之后，我要做 idol 的。哇，AK 好帅啊！我刚开始你不要故意这样子，我跟你说，操！你自己也觉得帅吧？我也觉得帅。妆一眼 ，Super Idol 的笑脸没有你。你开始了是吧？白发加白胡子，白过来一点。我化妆师精心给我遮了那么久的法令纹。我想画，我来。我很会画，你相信我。你看老不老？到你了。他这个不是老，是我刚去挖完煤回来，你别让我笑。灰头土脸的。希望你有福气一点。我发的是那种福气老人妆。你就这样，没了。你这个太不老了吧？很老了，我老了一会儿化妆也是这个样。我还早，你再画一会儿。你怎么突然想变老？我也老了呀，一块儿呗。行。好了是吧？我又老了。你这个挺真实的。我看看 AK。哎呦我。好厉小双眼皮真的好帅啊！真的好帅，双眼皮，绝了！被你们说的我你看，真的老帅了，我的妈呀！我要去弄一下双眼皮，真的要。这是，哦，我要戴我的那个帽子，盖在额头。太丑了，我的天哪！你不是学的好看吗？但我现在脸不好看。没事。你这啥老年妆啊？我不想浪费我的帽子。胡子也给我来点。还挺帅。就胡子，就胡子吗？啊，要。戴上那个耳斑要戴那个耳斑吗？就这样吧。你戴着这个帽子就是黄子韬。今天最后一个挑战，敢不敢选择一个同行的伙伴，手牵着手单独的逛夜市？我敢，你们敢不敢？那你选谁？我选张草。你俩牵着不能分开吗？对，不能分开。这会不会有点不大好？不行吧，这个能播吗？我这边不会陷入你们任何的圈套的，我这边置身事外。你跟徐阳签。我可以拒绝吗？不可以拒绝，敢不敢？那他大哥怎么办？没关系了，内娱孤家寡人，我自己走了。我可以跟你签。我选你。咱俩签。哎，千万不要！哎，不要带我，我喜欢快点啊！我跟你讲，我是很玩得起的。要是只是在这种场合玩，我无所谓，随时签。你外面人太多，人家拍出去就那个啥，你知道吧？怕什么呀？我们在玩游戏。那戴个帽子，我敢接受你的挑战，我牵他走。那你敢不敢把帽子摘了？我敢。戴假发。可以。走。我先等会儿嘛，你等我坐下。你现在太丑了。我现在太丑了，他不跟我签。是好朋友就没什么能帮我们分开。我太紧张了，我怎么有点不敢了？啊？退缩了呗？你有过吗？我没有，我一直都非常勇敢。我们啥时候开始牵手啊？反正你开车就好好开。AK， 你这个挑战说实话挺厉害的。那些人拍下来，直接就发网上了。发了。情绪这么稳定。咋了？不敢。你没牵过女孩子的手啊？可真有意思，装起来了。谁装？咱们去哪儿现在？酒吧蹦迪。小朋友，就我改成这个样，人家还是在拍。进去的人家还是认识，还是什么都干不了。他就一人给我们一个 GoPro， 我们自己在路边想开到哪儿停到哪儿，想吃什么下去不就行了吗？对，要不给我们个那个吧，
自拍的你们别跟了，一跟的话全来了。Osmo 给他们一人一个 Osmo。现在我不听引导，现在是引导得跟着我们的车来走，我们来带着导演。我来跟着他。好，我自己带摄影机，接下来摄影师是我。你们要拍就偷拍啊，不能让别人发现我们。这是导演组的挑战。好的 ，OK。接下来所有的素材来自于我们5个人 ，Let's go。剩下的都是自由，没有人跟着我们，没有人认出我们，这是我们的挑战。现在我们就挑战我们5个人自己走，谁也不用管我们，谁也不跟着我们，没有任何的相机，我们不被别人认出来的同时，还把 AK 给我们的挑战牵手给完成。OK，Let's go。来挑战了，你们俩挑战，什么挑战？这个呀。好，到你们了。我们等会儿，我们等会儿，要不下车吃饭？可以，下车吃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好，那来吧，来吧，不行不行，大发火3。啊！对不起，掐着我。看看徐阳说不行的样子，他有多担忧。我早就料到他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哈哈，一切尽在掌握之中，朋友们。啊，来，快来拉手，你们看他怎么拒绝我。来，来，1、2、3。你们俩挑战。不是，我们去上车上也可以挑战，走。好。怎么说？开车牵手不行，从你下车那一刻，你要从副驾驶牵着他的手下车，可以吧？可以 ，OK 啊，没有任何问题。我们就去刚刚咱看到的那个路边摊吃。可以，我觉得那个是最好吃的。你这认识路吗？我不需要认识。你看我现在，我只要是自由的。Let's go。怎么？我们走错了？对，他走到一个死胡同里，这就是我们摆脱导演组的第一个劫难。是这吗？不是这，刚才好多推着那种小河、小口。是路边摊。路边摊不是店。对，这是我们刚刚经过的那个批发市场，对吧？是。批发市场，然后前面就是死胡同。不是这。涛儿，你确定那儿有夜市吗？对，你走错了。你们跟我指的路，你们自己说左边右边，左边右边，我是不是现在？严敏现在肯定用脑袋在撞车门，就说你们要去哪？咱们这个综艺，反正别的地儿也用不了，就反正好玩的全是在车上呗。真的是。其实，在民宿待着也挺好玩的。我真觉得可以在民宿，我们想干嘛就干嘛呀。在我的床上可以录一档综艺节目，真的求你们了。床上？对，在我的床上，我们躺着聊天吧。下一档综艺节目就是大家都在床上待着。你看，就是这儿，你看他们用架子架烧烤，就这一摊。是，别就这里，左右就这里，就这里。好激动啊！就这里，找到了，哎，别再开了。哇，这个烤串肯定好吃，你看。你不要再说肯定好吃，如果不好吃，我当场相信我，把你说的烤串。就这种，你看。你们能不能别叽叽喳喳的？你们这样很扰乱我。Stop。来牵着手，下一课要牵手啊。可以。你要牵着手啊，先牵手。先挑战，快点！1、2、3，开始。哇，又叫了，又开始了。我真的发疯了。那你们挑战吗？现在？我真的。快点。现在咱先去点饭。先吃饭。好了，我们下车即失败。先炒饭呗，先来份吧，来2个炒饭， 2份炒饭里面加这个，必须要烧烤配上炒饭，懂不懂？感觉这一家就好吃。牛肉串啊，这个看着好香啊！这个好香，他们小串，我们就找个小椅子坐这吃得了，对吧？看那个小摊子，有没有小肉串？这多少钱？这5块钱一串。这是牛肉吗？猪肉还有金皮儿，特色金皮儿牛边。我要10串。坐吧你们。来，我们先开始完成任务，你们2个手牵起来。你们要一直牵着手，好吧？这是一个游戏规则。怎么那么猥琐？他躲我呀！牵一下，不用怕。先握个手。你是要握手？你这是啥？为了完成挑战，真的太努力了。能不能有感情一点的牵着呀？哇，这个没有盘子。
给你们纸巾。开炫，开炫，开炫！我真的，我18岁之后就想在路边这样子吃饭，这是我的梦，而且就是吃中贼好吃的蛋炒饭。他以前真不夸张。你记得咱们从公司回去有一次，在那个路边买那个大鱿鱼，冬天一个人没有。他蹲在旁边吃，他说贼幸福，因为四周一个人没有。你想他敢在路边蹲着吃完一盘那个烤串，你想周围是不是没有人？笑得贼开心，笑得很开心，值了。开不开心？是因为跟我们在一起吗？主要大哥情绪太稳定了。咱们认识到现在，没生过气，从来不会，基本没有。大哥对你太包容了。确实，但我跟他一起录的节目，他几乎都要生气的。但说实话，我没变吧。他性格是一样。然后我跟你更好笑来了，黄子韬去打拳击，跟粉丝一起打拳击，黄子韬没被打败，没被怎么样，拳击手要脱下来闻了一口，直接臭晕在拳台上晕过去了。那个拳击套是吧？笑死了，我一直记得。涛特别大方，结束以后就说：“哎哥，我们加个微信，那个我们拍个照，发个微博啊，哥。”你知道为啥吗？我那时候刚回来，没碰到过什么人，一回来碰到你，你对我贼好，他那时候还比较含蓄，对我贼含蓄，很谨慎的一个状态。遇到你这种照顾他的，他就会很开心。因为我以前也是这种性格。你怎么对黄子韬的事情这么了解这么清楚？因为以前我看很多就是团体的综艺节目这些。你看他们团体，你最喜欢谁？不要问这种问题。我喜欢鹿晗。喂，小童。因为我以前喜欢可爱的，我最开始你知道我喜欢谁吗？你知道吗？不是我吗？我最开始喜欢武艺。最后一位他投给的是武艺，恭喜！我们也要谢谢8090带给我们的精彩表现。虽然结果很意外，但是来到后台的8090还是努力表现出他们的冷静和坚强。我们真的很努力，也很拼命，在不久的将来，有一个崭新的快乐天团8090一定会绽放的。对不对？对不起，你别怪我。张朝哥，我当时觉得很帅，我觉得他跟武艺是颜值担当。我也觉得他很帅，在他的眼里，武艺是当年的鹿晗，你就是当年的我。差不多。再回到我们的年代。对。这就是他心里写照。那为什么又不喜欢鹿晗了呢？他没有不喜欢鹿晗，还喜欢着呢。从我去到韩国之后，我这种喜欢就变了，就变成一种对自己的执着了，你知道吧？就是那种动力。我是要感谢陆哥的。你感谢陆哥干嘛？我没有陆哥，易烊当不了艺人，他去不了 SM， 回来就不会到我这。我不信，你们一唱一和的。我说他是怎么鼓励你，还是没有？就是我因为喜欢，就是了解喜欢之后，然后就了解了同公司的那些女团，我就觉得很，就是我也喜欢上那些女团了，包括宋茜姐，然后我就说我也想成为他们那样的，我就去参加选秀了嘛。然后就在 SM 见的第一个人是我吗？肯定不是。对，因为我进去之前，真的，因为我进去的时候，我被选进去的时候，只有他在了。哦，还没回国。对，我给他打招呼，他不理我，真的。他不理你的。因为我当时用韩语给他打招呼，我说哎娘，但我突然觉得好像应该用中文，我就说了一半，我又没说了，看瞟了我一眼走了。出道了2014年，2015年最火的时候。我反正印象很深，因为那时候我才刚开始接触就是唱歌这个行业。那时候我在干嘛？哎呦，天哪！别人在这里。我天哪，这是冥冥中注定的吗？快点拍。要给你拍张照吗？哎，如果她是你女朋友，你怎么送花？如果是演戏，如果是给你，我想给你个大嘴巴子。不是，我就是这样的人啊。这管花给你的，给你，希望你。如果他是你男朋友，你会说什么？谢谢。我天哪，好你对着他说干嘛？翻白眼。哎，我想了解一下，你们两个第一次认识就在韩国吧？不认识，那时候只是我单方面的见了他，单方面的跟我打了个招呼。然后第二次见面在哪？上海。
多少年后？你记得吗？哪一年？上海那次是我们的初恋。初恋？他的初恋。哦，初见。啥玩意儿？姜潮，你别再问了，真的要发癫了。我觉得太撑了。很幸福是不是？因为跟我们在一起嘛。嗯。跟你们在一起。我说实话，中间我真的忘了在录节目，在车上的时候，除了你们老是硬问一些犀利的问题的时候，大多数时候姜潮。我希望大家玩得开心一点，真挚一点。